30万左右买的3.5升的 V6自吸，是不是第一反应想到的帕里斯蒂？没错，帕里斯蒂改款来了。改款后的最大变化就是它整个动力系统跟之前不一样了，已经没有那 V6的自吸了，现在是一个 2.5T 的增压，再加上它的2个电机以及一个1.65千瓦时电池构成的整套的混动系统。这混动系统也是现在自己自研的一套，以经济节能、以兼顾动力的这么一套的全新的混动的架构。它的 2.5T 的发动机加上它的 AT 变速箱可以直接驱动车辆。它的电机呢，其实只是在一些它的发动机油耗比较高的那个工况下，然后去提供一些助力，以及是说在车辆需要急加速的情况下去提供一个更好的动力的响应。所以说现在即便是没有了一个3.5升的自吸啊，但整体的它的动力也还是非常充沛的。这个我们待会儿可以去看一下。那除完它的动力上的差异，最主要的一个变化还有它整个外观。在之前在各种图片上看过的话，一定会觉得这个外观还是非常的惊艳的，跟我们见过的大多数的这种中大型 SUV 都不太一样。它的整个一个车头和车尾都是有这种像这样一个竖杠式的一个灯带灯饰。那实际上它的主要的灯光还是靠这2块，那这边只是一个类似于之前行车灯的一样。那其次，整个一个前面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平面，它还是有2条，象征像一种肌肉感的这么一个金线。这种感受在整个车身都是有体现的，包括像这块，它们也是有这种相对而言凸起的，更加有力量感。所以整个车型我们去看的话，从外观来看啊，非常的硬朗。那我们坐进车里面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像外观这种硬朗的风格啊，整个内饰的设计就是圆润了很多，看大部分还是这种圆角以及这种非常缓和的这种曲线的设计。我们再看整个一个就是内饰，它整个内饰的话，这边的皮质包裹是面积非常足的，基本上你目之所及能去触碰到的地方，它也都是皮质的包裹。那我们再说一下它的一个配置啊，其实能看到像这种长屏，而且是偏向驾驶员一侧的这种屏幕，在国内已经很少见了。它这块的话，这2个屏幕的话，比之前的版本的话，它整个升级还是比较多的。那现在的话，它也是有一些联网功能，包括这边也可以去用 CarLife 和 CarPlay， 就我们手机不管是苹果还是这边的百度的 CarLife， 它都可以去使用。其次的话，我们再说回我们整个方向盘前部的这边，左边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它是具备一些智能驾驶的功能的。右边的话就是正常的一些还有一个语音的助手。那这块语音助手也是虽然是个全球性的车型啊，但在国内也是找了本土的供应商去做优化。那其他的就是它的一些影音的娱乐。基本上我们在现在的一些新能源车上能去使用到的一些影音娱乐功能，这辆车上都是还是可以去具备的。整个一个中副手箱的功能是非常的丰富的。那这边是一个无线充的充板，但它无线充板前面还有一个灯啊，这个都有意思，比较少见。这边是2个小背托，这边有一个 UVC， 它这个灯是个紫外线的杀菌的一个功能。一些物品，包括你的手机，你比较有洁癖的话，你可以放在这里面。它里面配备了6个这个 UV 的灯。关上之后再打开这个，它就可以对里面的物体进行一个紫外线的杀菌。我们再来到2排，它整个一个2排呢，我们先把它调节成了一个日常比较兼顾3排空间的这么一个位置，就我们坐进来整个体感还是不错的。在它扶手这个位置呢，还有一个座椅按摩相关的这些按钮，它的有多种模式的设置以及档位的调节。我们打开之后的感受啊，跟国内的这种通过触点或者是你这种手捏式的，它可能不太一样。它的主要是靠这种非常高频的这种震动，有点像是筋膜枪在打你那种感觉。我们再看一下左边这一块，它的左右2个的座椅都是配备的这种隐私帘，我们可以手动非常轻易的拿上去。那这块也有它整个一个音响和这个面板的音响。整个车上是有14个扬声器，是由那个 BOSS 提供的。能看到这儿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开门的提醒的这么一个 logo， 也就是说我们在开门的时候，它提供一些传感器，就告知我们后方是否具备开门的条件，会让我们这种上下车更安全一点。此外的话，是在这个座椅的前排座椅的这个位置啊，它们是配备了一个
100瓦的这个 Type C 的充电口。除了像是左右这边配的充电口之外，它的后排的两边第3排也依然是配备了这种100瓦的充电口。我们来到第3排，第3排虽然头部空间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坐进来，因为它的整个一个座椅的那个高度比较低啊，所以就是对一个成年人而言的话，坐进来还是比较费劲的。但是呢，好在它座椅是可以提供一个电动的调节。有大概110度的一个角度，还能去通过外轴上面的一个移动，我们可以往后去挪，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具备更好的一个行车空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2、3排都能去坐人的情况下，它的后备箱有多大？这个后备箱目前看它这个一个容积的话，应该是比多数的这种6度的 SUV 它都要大一点。下面的话是一个工具箱，不能放东西啊。那这块其实按它整个一个高度去放一个21寸的行李箱，放个3个左右，应该是没问题的。除此之外的话，可以看到它这块有一排那个按钮的区域，方便它能去做一些对座椅的折叠，将2排、3排都完成了一个折叠。那现在就是我已经把整个2、3排给放倒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坐进来。那因为整个跟这个地台是平行的，我们坐进来之后，整个一面过去全部是全平的，从第2排到第3排连接起来，大概应该有个1.8米到1.9米左右。有这个区域其实非常适合去放一个大概1.8米左右的这种气垫床。如果有了气垫床，把中间的缝隙给填补起来，那坐在车里面，我觉得比多数的 SUV 都更有生活。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今天的试驾呢，还提供了2个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场景，我们待会儿去体验一下。今天的体验非常有意思。我们其实现在在车里面，大家以为现在很安静是吗？刚刚30多分贝，但实际上我们降下窗户，我们刚好在一个瀑布外面66左右，比如说是我们关掉窗户和不关窗户中间应该有30分贝的一个差值，整个隔音大家也能感受到。它的底盘滤震非常的好，非常的稳。那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些试驾是一些动态的试驾，包括我们刚也去了一趟高速公路去转了一圈。那整体的，包括像我们在这种弯道里面，像这个现在是酒店里面的盘山公路啊，整个体感都是很好。它整个底盘不像是我们之前在国内看很多的这种它的那个就是家用车，它会调得很软，那种传感。这辆车不存在，而且它虽然车很大，我自己控制起来，我觉得就是它没有这种大车的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它视野比较好，再加上它整个一个就是转向非常的灵活，所以我整体感受在不同的这种，就算是这种狭窄的山路上行驶，也是比较有安全感的，比较舒适的。好嘞，关于新款帕里斯的这个介绍就到这里。如果你依然对燃油车的这种驾驶体感有向往，同时的话又希望拥有一些智能化的这种体验，那我觉得其实这辆车你真的可以去考虑一下。